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排公开赛屏东站。今天来到赛会的第3天的下午场次，为大家送上的是第一场男子的4强赛，将是由澳洲头号种子要对上的是北马里安纳群岛。好，那我们在下午的天气大鹏湾依旧不太稳定虽然没有雨但是风是相当的大，从画面上是非常清晰可见今天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但是这个天气说变就变所以对选手来讲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今天的这场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令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侯英坤老师来为您服务。老师你好。当然，老师过去是中华队的教练，也带着中华队呢，在过往征战，不管是亚军、世巡呢，都拿下非常好的成绩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主持人介绍今天两队参赛选手，还有执法的裁判。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屏东新洲湾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69场次比赛，由澳洲队出战北马里亚纳群岛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Dam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69, Australia versus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Amanat Supanawong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Wu Mingfu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队 Team Australia。Number 1, Dutchy Park. Number 2, Pierce Jack. 接着介绍北马里亚纳群岛队 Team NMI. Number 1, Logan Mister. Number 2, Andrew Johnson. 好，介绍完双方的球员进场，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这是男子的4强赛的第一场比赛，是由澳洲对上北马里安纳群岛。那北马里安纳群岛呢，其实它不是国家它是美国的自由邦，其实它是拿美国护照，同时也是使用美元。那整个群岛大概有13个岛屿，那面积呢是46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5万人。5.5万。这一次是大会的第12号种子来到了4强，表现得非常出色。来看澳洲的发球。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有听到声音，就是说那个北亚这个国家，对这个自由邦，美国自由邦的举球，在尔搭档要打球的时候，有出声音指示他说要打直的呢，打直。这个也是一个当他的窗口，当他的眼睛这也是一个沙排球蛮特殊的一个现象。北马里安纳群岛的1号是 Mr， 那2号是 Johnson。那他们在今年的2025太平洋迷你运动会是拿下银牌，那最终是输给了澳洲，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南太平洋的岛国所以有自己的这个运动会在沙滩排球的部分最终是获得了银牌。哇！但是这球滚过去了，算是运气不错。
那另外大会的头号种子啊 ，Pass 跟 Pierce 在上午我们也介绍过了，他们在今年几战当中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在菲律宾在平潭都获得了第3名，在泰国获得第5名。那更重要是他们去年刚组合之后呢，就获得了2024等于是 ABC 的亚锦赛金牌所以实力是非常非常的突出。是我们在亚锦赛里面，就是在亚洲每2年会举办一次那它仅次于在亚洲的部分，仅次于亚洲运动会，它的成绩是非常高的。没错，好，这球救回来，好垫高，利用风向看能不能产生一些迷惑。澳洲的进攻还是很难防守。好，目前来到了4-2。这已经是碰到了标志杆出界了所以在比赛一开始，北马里安纳群岛呢是给予蛮大的压力大会的头号种子在一开赛是落后的。江城发球，好，直接突破。江城身高有185公分，那1号的 Mr 呢？他的身高有193。澳洲队的打法，他传统的打法也都是，只要有机会突袭而突破的时候，他就会尽量去做。对，今天在上我们也看到了有非常多这样的战术，发球直接得分。那 Pass 他的身高201公分，是所以我像这种高度啊，起跳再加压，这个发球跟炮弹一样。没错，由上往下，俯冲压迫性非常高，而且他发的点非常好，就是我们所谓的 husband and wife serve， 就是夫妻球夫妻发球。好，这时候做一些速度上的调整，很可惜过长。目前6-4，回到 Mr 的发球。好，做助跑之后起跳没有问题。在好的接发设定出来的进攻路线呢，就会得分更容易。是。第一波组织进攻的节奏顺畅度就要看的第一个接发球好与不好好，Pierce 的发球5-6。好，接喷的6-6。突破！哇！这么远，离网这么远的突破也不简单。真的，你的起跳的高度然后你扣杀的角度都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对，这个需要蛮高的技术而且在风大的情况下难度更高。想要打在边边角角的位置可惜出界。好，再看刚刚这一球想要扎在边线上呢，还是差了一点点。然后双方要换边，目前8-6，领先的依旧是北马里安纳群岛。那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它其实不是国家，那它有这个地区的缩写是 NNI 但是它有在国际的足球总会当中是有会员的，有会员国没错。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手腕的运用换成左手是掉一颗。好，接着精彩，吊球，还有
直接突破哦，这就是澳洲哦，很会，对，很会运用这样的机会点啊，是快准狠哦，一点都不犹豫。而且在风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能够执行的这么到位，哇！现在现场的风真的很大，哦，光看我们这个场边的阳伞就知道了。哇，直线的攻击有。我们也是有点怀疑说，像现场比赛赛场风这么大哦，在澳洲的部分，大家可以观察到，它的举球一样这么的高哈，因为这么高的时候，事实上会受强风哦影响很大，是也不好抓到击球点了。但是他们仍然一样取得这么高啊。好，这球过去之后的飞扑救球，直接拨一个，哇，好球！哇，澳洲跟北马里安纳群岛呢，现在是处于激战的状态，你一分我一分。哇，刚刚你们看到 Pierce 非常精彩的鱼跃救球，是。pass 发球，哎，没过。从刚刚澳洲这位选手发球，我们也发现哈，他这个发球抛球的高度跟我们室内排球完全不大一样哈，因为他的用意的目的还是要抵抗这个风所产生降低比较大的变数。所以当你抛低的时候，他身体马上上来的时候，比较不会受风的影响。啊，了解。因为你一抛高，可能球就被吹歪了。是。哦，所以这时候呢，北马里亚纳群岛呢来到12-9，3分领先呢，来到技术暂停21分，感觉上节奏非常的快。哦，真的，这个男子的这个节奏啊，冰冰亮亮，然后下着21分了。哦，当然现在由大会的第12号种子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组合呢是取得了领先哦，他领先可是大会的头号种子。是。在前几站的比赛，其实Mr. 跟这个Johnson 啊，他们并没有打出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这一站在屏东啊，现在已经是一路挺进到4强。是。好，手腕的变化，好球。哦，有点带切。10-12。Pierce 发球。好，这球救起来，再交给 Pierce。好，利用防守带来的反攻啊，让澳洲的士气大振。刚刚这个鱼跃救球真的太精彩，非常漂亮。我们刚刚就提到沙滩排球非常具观赏性，就是球员的动作。讲到观赏性的话，在奥运比赛的时候，沙滩排球也是列入正式项目。没错。然后他在所有的转播跟参与观赏人口里面，他是排第2名哦。对，我记得去年的巴黎奥运我有转播沙滩排球，刚好是在战神广场，就是在巴黎最著名的地标巴黎铁塔的下面，所以可以知道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好看，是，所以特别摆在重点的位置啊。讲到这一块的话，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趋势是所谓沙滩排球场地的市区化。就是它不一定是在这一个海边，它有可能是人工的在市区里面的某个场所，像北京就是之前在这个他们一个公园里面哈，北京奥运也是在他们一个著名的公园里面。所以等于不会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沙滩排球。甚至欧美的还有室内的沙滩排球场。
那这个时候在市区比赛的时候，就少了一个沙滩排球的特色，就是风哦。没错没错，这个变数会缩小的很多。是。但是这也是沙滩排球选手跟球队需要去适应的。好，来看这一波的进攻，还有吗？还有。哇！结果是落到了界外，所以拿到分数的是澳洲。现在双方14-14平手了。哇，北马里亚纳群岛呢是一路领先到现在，被澳洲追平。双方再度换边 ，Pierce 的发球，今年23岁，发球出界。拦回来，好球！哇 ，Mr. 把这球拦回去之后呢，开心的怒吼啊！拦得漂亮。哦，起跳的时间点呢也抓得刚刚好。好，这一球落在界内，15-16。虽然有稍微拦到啊，不过还是从两手的中间呢找到了空隙。pass， 强力的跳发，天哪！再看一下江森，我用左手。哇，非常非常接近，对，发球非常的有意图哦，跟想法哦，都想要哦，等于是一枪毙命的感觉。对。哇，他举球举得很高啊，丝毫没有受到风势的影响，是。非常不简单。打了 touch out 之后呢，双方再平手，17-17。哦，发短的过往击坠，哇！宇宙开发，界外全垒打 ，Mr. 应该是打到我们场边的这个手背 ，Cran 打到我们的 Cran。想法应该是对方会跳起来拦网，他想要打 touch out， 结果对方澳洲根本没有跳，对。所以就直接喷掉了。哇，在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下丢掉了分数，那现在澳洲19-17啊！哇，这场比赛其实从一开始一直都是北马里亚纳群岛领先啊，在尾段呢。澳洲超车了，哇，又接喷掉。那现在澳洲20-17来到局点。长了，所以这一球打出了界外之后呢，最终还是澳洲在第一局以21-17拿下，暂时1-0领先了北马里亚纳群岛。澳洲队以21-17赢得第一局。End of this first set, 21-17。看到澳洲的两位选手 Park 跟 Pierce， 不愧是大会的头号种子啊！虽然在比赛的
一开始一直到了中后段，他们一路处于落后啊。不过从15分之后呢，双方在分数互有往来的情况之下呢，澳洲感觉没有受到风势太多影响啊，表现得更加的稳健啊。最终还是超车成功，21-17率先抢下了第一局。那老师怎么看这个战局的发展啊？又有一点像是我们刚刚看到女生的这个澳洲跟日本之战。对。刚一开始也是在我们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表现得非常好但是跟我们上一场的女生一样，就是到最后澳洲队在发球的精准度上跟那个强度的加压下，导致了对方的接发球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快速的把分数拉到56分连续，而导致这个局面是一面倒对。当然这个周末假期呢有台风的关系，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但是现场还是有很多热情的观众来到大鹏湾了。对。那我们希望在明天天气更稳定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压轴的铜牌跟金牌战也请观众朋友把握机会，假日呢来到大鹏湾，来帮这一群从这个世界各地来到台湾的这些顶尖选手们加油打气。沙滩排球充满着活力然后阳光、太阳跟整个气氛非常的好对，然后现场又有音乐，然后又有沙滩，然后又有海风其实非常舒服。对。大家在天气稳定的情况下，希望明天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到大鹏湾。是。好，在网上的争夺。哇，这球杀进来，手起刀落，2-1。好，来看一下 Pierce， 利用这个机会哇，直接杀进来，完全挡不住。能够把大澳洲队在沙地的所有动作跟印地一模一样，感觉不到他是在沙地打球。对，哇，这球就被风这样吹。很明显的对，受了影响。哇，真的没办法把握住这个风吹的情况之下，越来越靠网所以让这个北马里安纳的球员只能勉强的回击Mr。我们站在亚洲选手跟球队的立场来思考，我们只要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压低这个举球。对。然后第二个，能做一个比较平的一个举球的方式让这一个风对球的变化是降到最低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掌握度应该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类似欧美选手，他们的打法一样都没有变。对，他们反其道而行是，他等于是逆向思考。对。我们一般的这个尝试就认为是需要这个平的做调整，做调整，对，做改变。但是他反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好，发球直接得分。好，那现在在第二局的一开始，依旧是北马里安纳群岛暂时4-3领先澳洲。好，来看这个发球。现在这场地是属于这个两边都属于侧风的情况下，我们举球就会举到攻击手，不管是在哪一边，都是举到顺风的那个位置而不会是逆风的位置去举球。例如说，我人在4号位置。然后球，我现在在这一个北亚这一边，我球会举 back 因为它顺着风，是顺着风举。对，没错。我觉得我可能东方的选手比较聪明。那刚刚澳洲的这一波攻势没过呢，北马里安纳群岛再度取得领先5-3。直接突破。这就是澳洲非常擅长的战术了，是，也是他们的传统特色好，这球没压下去，直接出了底线切换。好，拦回去了 ，Monster Brock。我来看这个起跳的时间点。
啊，做得相当到位。7-4。哇，这次突破了。哦， 201公分身高的 Potts， 哇，这个打点哇，闪掉了。是。哇，在界内 S 球，发球非常的漂亮哦。6-7。给滚过去了，可惜落在了界外区。那现在8-6，来到7的倍数，再换边。这个起跳的高度啊，是整个身体的延展，做得非常的完整。但是我们从细微看起来，这颗举球还是受到风的影响，导致攻击手的角度，要打过去的硬塞角度也变小了。好，这个吊球聪明。比分形成7-9。好，救回来，交给了 Pierce。罚球破坏，直接得分。澳洲再追1分。又是发在尴尬位置，夫妻球，对，又来了，夫妻球。哇，连续2个发球直接得分了，那现在已经将比分追平了。哇 ，Monster Block！ 哇，今天在澳洲队啊，篮网最漂亮的一颗，抠得死死的。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哦，哇，两边的攻防啊，精彩。好，就齐 ，Pierce， 哇，突然的收力啊，把角度打开。技术呈现非常的纯熟，经验太好了，是，感觉在空中再决定就好了。哇，那现在从落后到领先连拿4分，又来了，又来了，历史要重演。哇，这个没扑差一点点 ，Pierce。那目前双方的比数呢，依旧是蛮接近的啊，1分差的比赛来到了技术暂停。对，北马里安纳10分，澳洲11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起起落落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排球的规律是这样，就是说，例如说。比赛2队 A 队跟 B 队，他的一个第一波都维持平盘的时候，那输赢就在哪里呢？输赢就在防守反攻。防守反攻。对，所以这个是排球的规律哦。所以把它拆解开来，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波已经不 OK 的时候，那你一定是输球。没错，因为你可能进攻再还给对手。是。那反言之就是说，第一波不 OK，表示对方的发球跟拦网是怎样？是好的啊。对。那所以这个规律就可以这样呈现出来。
好，技术暂停回来，10比11。哇！角度打得很开啊，角度非常的大，没有办法守啊。哇，这怎么守啊？你再看一下这个角度，接发球之后，哇，不给活路。哎，稍微有重叠了，不过还是要到分数啊。刚刚2位球员稍微位置重叠。好，现在就是你1分我1分了，分数不断的往上加。Pierce 的发球13比11。哦，打长。刚好他又是左手的哈，这样非常的顺。突破来了，哇啊！澳洲这一招真的有用。哦，只要你的发球没有限制到这个澳洲队啊，这个突破战术啊，真的是很难防。对。过王击碎，哇！这一次轮到 Pierce 表演了。刚刚你看到怕有一次 Monster Block， 这一次 Pierce 也不遑多让啊，整个压下去啊，他有替帮了。对。又是 S 球。攻防两端，现在澳洲是 on fire 啊，所以将比分给拉开来，16比12，领先了北马里亚纳群岛。哇，这个手腕的运用是哇，从刚刚这个镜头就抓得非常的清楚。对，可以从澳洲这一个发球跟拦网的表现哈，更能凸显出这个3排球它的一个特色跟特性，就是要精准。对。哇，连运气都站在澳洲这一边，怎么打？好，那又利用这一次的发球得分呢，来到5分差，那值得喊出暂停了。澳洲在第2局后来的居上的戏码再度上演。而且不但是后来居上，还拉开了比分，那比第1局的态势更明显。现在来到17比12了。暂停回来看看如何逆转北马里亚纳群岛。我们看到暂停回来啊，发动了一波成功的进攻。当然，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希望能够持续下去。来看发球，给压力，哇！但是已经准备起跳了 ，Pot， 好守住，再来，好，北马里亚纳的机会，打短的有球。3排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则哦，刚刚有发生就是。
我们在拦网第一击球的时候，就算第一击球。对，没错，跟那个室内排球不一样。对，拦网的室内排球是不算。是的。哦，所以可以多一次。对。那沙滩排球没有，就你拦网就是一次，所以最低一下了。对。哦，所以这样连续的得分呢，让北马里亚纳的气势稍微打起来，轮到澳洲喊暂停了。对。哦，虽然他们刚刚是稳定领先啊，但是被一口气连拿2分，哎，感觉心里也会有一点点这个紧张了。在喊暂停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timing 跟一个决策。有时候暂停的艺术，对，暂停艺术跟你抓住那个暂停的 timing 非常重要哈。过去老师您带中华队，你的暂停时机点通常怎么抓？因为我们这个三排球没有像是有 coach 吧？对，只有选手他自己能。那你会提醒球员他们怎么抓？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像刚刚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原本就领先了，但是你连续落后了2、3分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一定要暂停，或是说在整个状况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要喊转折点，对，有时候要喊，对。哇，所以你看喊的暂停，是看到这个发球，对，都有改变呢。哇，还是止不住哦。是。那现在剩下2分差喽。这个发球哇，很有企图心，但是没过。我们可以看到北马里亚刚刚这个选手，其实他的发球是加压，是正确的。哇，他是正确的发力啊。如果你不加压的时候，其实只是会再被补一枪而已，因为对方人太高了。真的，你在发球上没有用点用心的话，或是有一些压迫的话，是没有办法吓阻他们的。对，哇，刚刚江神已经站好位置了，已经先预测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守住攻击。我们看到他退防了，他已经在走防这个斜线了，但是没办法，进攻的火力太猛。好 ，Pierce 的发球19-15，澳洲距离胜利剩下2分。来出界。澳洲发球其实是非常有技巧性的，因为他这样发球的时候，第一个他的目的是要发到右边那个 cross court 的最右边的角度。对。第二个那个死角的位置，它不是正面哈，它还是有点推斜的时候，它球会往右边跑。那相对的会增加接发球的难度哦。其实里面还有蛮多的东西的。哇，这球有 touch， 所以 touch out 的情况之下，让澳洲出现了赛末点20-16，4个赛末点。沙滩排球现在也跟室内排球、羽球、网球一样哈，在高阶 FIVB 办的国际赛也会有 challenge 的一个系统。好 ，pass 的发球20-16，好，交给江胜。好，接起来来看一下 ，pass 助跑攻击没有问题，一气呵成。所以在第2局呢，依旧是由澳洲以21-16收下，连续2局都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呢翻盘，那从此呢就一路挺进来到终点了，所以是以2-0的比数呢，也恭喜澳洲击败了北马里安纳群岛，同时也获得了第2张的冠军战的门票，恭喜澳洲队。当然北马里安纳群岛啊，在这场比赛也展现了他们强大的韧性啊，虽然在第2局也是一度被拉开比数，但是啊在激起直队情况当中，还曾经逼出澳洲队喊出了暂停啊。不过澳洲毕竟是经验丰富，那实力也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在暂停过后，确实没有让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能够翻盘。那老师怎么看今天这场比赛？是澳洲一开始前2局哈，都是一开始前半边都是落后哈，那原因是在于说，就是北马里亚纳群岛这个球队，他一开始在发球的部分。在拦网的部分，还有在 hold 住他第一波攻击的部分做得非常好，所以他领先了。对。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中后半段的时候，澳洲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那导致那个澳洲他可以怎样？
他可以取得胜利。是，好，非常恭喜澳洲，最终是2-0，直接拿下了冠军证门票。那待会在今天的压轴的4强赛呢，将是由日本对上澳洲3队啊，请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我们待会马上回来。